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。今天继续带大家解读心经的经文无苦集灭道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苦集灭道是四谛法。这个四谛法可以说是佛教的基础法。不管是声闻乘或者菩萨乘，都是以苦集灭道这四谛法作为基础。唯一的不同是声闻乘所讲的苦集灭道是谈一个真谛。声闻乘认为苦是因为无始以来累积而成的，我们如果以八正道的修行方式就可以消灭其苦，所以它是一个一贯性的。但是这个理论在菩萨法里就有一点点差别了。菩萨法它是以苦集为假谛，灭道呢为真谛，所以在菩萨法里面称作二谛圆融。菩萨法里谈这个灭道的道是什么呢？它除了以八正道为基础之外，还涉及到六波罗蜜和四无量心的修养，这两者都是属于灭道的那个道，而这也是四圣谛法中声闻乘跟菩萨乘的不同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基础法做一个解释。苦集灭道的苦基本上是以人为根本。我们人从无始以来一直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，而轮回的力量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无始以来自己所造作的这一些个业。那么这些业会成为一种力量，而这种力量就会推动人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。而这个集呢，就是集合起来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无始以来所做的业经由集合而成，因而产生六道轮回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使我们承受到苦。通常谈苦集，我们得先从集上面去下手，而不是先从苦上面去看。因为概念上集就是累积我们无始以来的业。单就业来讲，我们知道业里面有善业，有恶业，还有一些不能明了的业。当然，恶业的因承受的果是苦果，可是如果是善业承受的是乐果的话，那似乎和苦又扯不上关系了。我们知道业都要受报，恶业受苦报，善业受乐报。这里所指的乐是世间的乐，乐的内涵，它最终的效用还是苦。原因在于世间的乐是有限的，它并不是永久的。往往我们人接触到世间乐的那一个刹那，好像有了乐的感受，可是事实上，乐之前是苦，那么乐之后还是苦。所以无论何种情况，我们能拥有乐的时间确实是极为有限的。因此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集是什么意思。以其内涵来说事件的形成并非是单方面的，它要集合很多的因素才会完成这么一个结果。所以说，于苦而言，不谈它的乐，因为这个乐实在太短暂了，而苦呢，反而是经常性的。所以我们要深切的了解，苦的果是由于无始以来所做诸恶业的集合而显现的。不过谈无始以来，你都没有做过善事吗？你都没有乐的果报吗？
所以谈苦一定要先从集上面去认识。如果无法了解它的真实意义，那么就很容易误解，认为佛教存在的只是一种消极的思想，动不动就是苦完全否定了人世间的乐。可事实上从集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，所谓的苦是一个苦的结果，这个中间它可能有乐的因，也有苦的因，也就是有善因和恶因。可是往往根据人世间的世俗认知总是有苦有乐。就佛法的究竟道理来讲，乐是短暂的，它不是一个持久性的。相反的，在乐之前、乐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还是苦，这是对苦跟集的认识。那么谈到究竟苦，在概念上有所谓的二苦、四苦、八苦，甚至还有无量的苦。那么真正我们要谈苦，是谈内心所承受的那种苦。所以苦我们称之为谛。也就是说，苦的真实意义完全是内心里面的感受。那么为什么说苦的真实意义完全是内心里面的感受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说像吃药，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药的味道几乎都是苦的。那么如果我们认定一切的苦都是不好的，那么是否这些苦的药都不该吃了呢？所以由此可见，我们所谈的苦是结果，这个苦不是过程。根据前面所讲的这些个道理综合起来看，这里谈的苦都是世间法里面苦与乐的相对现象。真正所承受的即使是乐，也只在刹那之间，真正他之前之后所承受的还是苦。所以就可以肯定的说，苦是其最终的结果。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灭道这两个字，同样的，我们也要从道上面去认识，因为灭的本身是根据苦的消失所展现的一种现象，也就是灭相。那么如何才能让这种苦消失呢？这就必须要有其道理方法。常常很多人把苦集灭道以二分法来看待，认为苦集是因为人的不好，我们就要拿道去消灭它。其实用这种二分法来看佛法是完全的大错特错。因为苦是一种结果，我们要从这种结果上面去认识去了解，所以必须要有道理有方法。假使我们说烦恼是苦，如果想要知道为什么会烦恼的话，就要从道理方法上着手。可是绝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个什么烦恼，就拿一个东西去把这个烦恼消除。佛法是不谈二分法的，所以谈苦集就要知道形成苦的真正因素，其结果为什么又肯定是苦。其实这一切都关系到集的因的不同。那么要怎么样使这种苦能够消失呢？我们就必须要有道理和方法。所以我们谈灭道，就先要了解为何说道是因，灭是果。因为苦集是一个假象。
个假象啊，是我们人能感受、能体会的。但为何说它是假象呢？因为啊，它是可以消失的，可以化解的。如果它是真相的话，你就消失不了，化解不了了。那么我们如何根据四圣谛法的道理和方法，使苦能够消失化解呢？我们就需要把苦的集的因弄清楚，你的苦果就不同了。即使还有一些苦，只要你懂得运用道理和方法，你的苦也就不存在了。即使现实上必须面对和承受，可是也不会因为这种现实的有而感觉到苦。那就必须对投机、贪心等种种的现象有所认识。所以能把握苦集灭道的内涵，对你而言就不会产生这种苦的结果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道理与方法。那么好，关于心经的经文无苦集灭道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。游部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。游部愿您在学佛的路上，能够在找到智慧之前呢，先能够找到快乐；找到快乐之前呢，先能够找到自己。感恩大家，我是游部。